我喜欢魏元衡10年，可他却视我为玩物。他说我虽是仇家女，但他床子上颇多生趣，所以先留着。后来他为登帝位，毒杀了我和一双儿女。再睁眼回到我出孕时，我请旨与他和离。3年后，他做了皇帝，立了皇后，而我也有了琴瑟和鸣的夫君。我以为我们不会再相见，可他却将我困在床上，想君夺臣妻愿耳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嫉妒他快要发了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魏元衡要被接回天都登基为帝的消息传来那天，我刚沐浴出来。陆允随下朝回来，坐在我身边，朝上吵了10余日，今日终是定了新君。我淡淡一声，哦。他一双幽深的眸子望着我，你怎么不问定的是哪一位？我回道，左右不过是魏家子孙。他说，定的是靖王魏元衡，明日我就要带着黑甲卫去护送他回来。虽然我知是这个结果，可是听到魏元衡名字的这一刻，还是止不住地心刺了一下。陆允随见我不说话，将我打横抱起，走向里间。我推拒着他，别，我答应这儿待会儿要去哄他睡。他没说话，将我放在床上，要得又重又急。成婚这3年，他一向内敛自持，从未像此刻这般。我想，大概和魏元衡有关。毕竟，我和魏元衡也做了3年夫妻。我忍过最初的不适，伸手抱住了陆允随，抬起腰身迎合他。姑母薨没后，我们于是一族没了主心骨，被少帝联合大臣斩杀的斩杀，流放的流放，生者不足10之1。我因嫁了陆允随，得了他和陆家庇护，才能免于屠杀，安稳在这院中度日。他要我，我自然得让他要得尽兴，要得舒服。我要让他即便尝过万千女子后，依旧觉得我滋味最好，最让他割舍不掉。否则，一旦他厌弃了我，我便是一个人人可欺的于是余孽。等陆允随宴足，已经是深夜，我无力到手指都动不了。他将我搂在怀中，抚着我的发，我不在这段时日，你不要轻易出府，如今天下无主，最容易生祸事。我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轻轻应了一声。这一事，我与魏元衡和离后，原本是不想再嫁的。我想去吴地，平平静静过完这一生。可是姑母不允许。他和先帝一起打下这天下，做太后20年间，牢牢把控朝纲，联姻便是他的手段之一。于是，一族适婚的女子不多，他不会浪费任何一个。我和魏元衡和离不到1年，他便将我赐婚给陆允随。比起被魏元衡毒杀，这已经是不错的选择。天微亮，陆允随便出发了。魏元衡的封地离天都很远，我当时驾他走了月余。陆允随他们虽马快，但一来一回估计也得这么久。我在府中陪了这儿几日后，便借口去城外寺庙上香。回城时，我让婆子马夫们去吃酒，我则带了春英借口买脂粉，拐进一条清幽的小巷。我在一座小院前停下，轻轻叩了3下门，立刻有欢快的脚步声传来，门打开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扑进我怀里，开心地叫我，阿娘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将她抱起，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亲，阿娘来了。她小小软软的，灵动鲜活，说很想我。她是我和魏元衡的第1个孩子，是她的嫡公主。上一世魏元衡给她取名魏延，我毒发死后3日，她也离世。这一世我叫她于安宁。这一世我与魏元衡和离时，她并不知道我已有孕。我回到天都后，便在别院闭门不出，悄悄生下安宁，让贴身嬷嬷以孙女的名义养在这院子里，每月来看2、3次。至今没有第4个人知道安宁与我的关系。我要让她平平安安长大，绝不能再让她被魏元衡毒杀。我告诉嬷嬷，魏元衡要回来做天子了。嬷嬷听了忧心忡忡，他会不会降罪于郡主您啊？我说应该不会，虽然他定然是要为他青梅讨公道，但上一世我做鬼魂那些年，知他就算内心阴鸷，但表面功夫还是做得很足。且我如今是臣妻，是世家大族陆家儿媳，他以仁德治天下，轻易不会动我。更何况他并不知道安宁的存在，他没有于氏血脉的孩子，便不会再有被于氏夺权的恐惧。1个月后，魏元衡进天都了。那日天都城万人夹道相迎，欢呼这天下终于又回到魏家手中。我没有去看热闹，但3个小姑子去了，
他们回来都围在我身边。嫂嫂，靖王生的那般俊美，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？嫂嫂，你为何要与他和离？换了我，死也要死在他手上。原以为咱们四哥已是这天底下的角色，没想到靖王殿下也毫不逊色。嫂嫂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能让靖王殿下和我四哥都成为你的罗帷之臣。最后他们问我，嫂嫂，若我将来做他的妃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看着他们娇俏的脸庞，虽有千言万语，最后却也只说一句：你们自己觉得好便好，我如今是你们嫂嫂，我心悦的是你们的四哥。他们又缠着我说魏元衡的事，幸而陆允随回来了，我才得以解脱。他这一路风尘仆仆，我为他宽衣，伺候他沐浴。他靠在浴池边，闭着眼，你怎么不问？我在池边用棉巾轻柔地擦拭着他的身体，问什么？魏元衡。没什么好问的。他睁开眼睛，真巧，他也没向我问你。我笑了笑，我和他之间本就没什么了，而且和离前我还砸伤了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找我算账。夫君，你到时候可要帮我求情啦。陆允随重新闭上眼睛，自然。我想了想，解了衣衫进入池中，手扶过他的胸膛，缓缓向下。他难耐地仰起头，喉头滑动，下一刻便将我抵在池壁上。你就这么想我？我瞧着他的眼睛，妾想夫君离了多久，妾就想了多久。他眼神一暗，池水汹涌起来，我几次软得快沉下去，又被他捞上来。意识涣散之时，我似乎听见他说，他怎么舍得放你走的？什么？我问他，他却又说，没什么。魏元衡很快登基，立了他本已死去的青梅为皇后。当年姑母让我嫁给他时，曾下令让他处死他的青梅，倒不是姑母多为我着想，而是他在测试魏元衡的服从度。如果那时魏元衡抗旨，他就会对他动手了。但是魏元衡遵了旨。我临死前还在为这件事愧疚，我向他说对不起，说我从来没想因为要嫁给他而害死另一个无辜之人。那时他沉默着，我以为是他也在伤心，却不知是青梅并未死，而是被他藏了起来。他在我死时都未告诉我真相。日子一天天地过，魏元衡没有来找我麻烦。陆允随也升了官职，他护送魏元衡有功，升了中郎将，掌管天都禁军。我慢慢放下心来，这一世很多事都在改变，或许魏元衡也变了。不久婆母来找我，来问我魏元衡对女子的喜好，然后从3个小姑子里选一个参加今年的选妃。魏元衡如今刚登基，后宫空缺，大臣们都想把自家女儿送进去，陆家也是如此。我告诉婆母，魏元衡大概喜欢温柔娴静的，因为无论是他的青梅还是后来的嫔妃们，个个都是安静的性子。我可能是他人生里唯一活泼的一个，结果被他杀了。婆母听了，打算送最调皮的小女儿陆嫣然进宫。她说，陛下喜欢温柔娴静的，那后宫岂不是要一潭死水？我送一个闹腾的进去，他定然会觉得有趣。我点头说是。我不会忤逆婆母的想法，毕竟上一世陆嫣然就是魏元衡的贵妃，且直到我重生前，陆家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，繁荣鼎盛。他们是陆嫣然最好的倚仗，他再怎么闹腾，也不会像我一样被除掉。临走时，婆母叮嘱我，近日你就别去寒溪寺进香了，免得叫人瞧见多出闲话来。允随原本前途无量，都叫你拖累了。我低下头，是。待他走后，春英嘀咕道，您好歹是郡主，却被他这般欺负。我告诉他，若你的儿子少年时便建功立业，名动天下，却被迫娶了空有郡主封号的二嫁女，你也会心里不舒坦的。春英有些难过，郡主明明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你应该是皇后的。我看了看头顶的一方天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至少现在我和安宁都还活着。虽我答应婆母不抛头露面，可选妃开始前，宫里要先办中秋宴，我也在受邀行列。按照朝廷的规定，我本没资格去，宫宴一般只有3品以上官员的家眷才能去，而陆允随只是4品，所以我想是宫中有人要见我，只是不知是太后还是魏元衡，亦或是他的青梅皇后。参加宫宴前，我悄悄去见了安宁，我陪她吃饭玩了一整天。临走时，我把1包金银和一些田产地契交给嬷嬷。
万一我出了什么事，这些钱也能够安宁衣食无忧的长大了。嬷嬷问我，真的就不能告诉陛下，安宁是他的孩子吗？我坚定地摇了摇头，嬷嬷，魏氏天下，是不是能有余氏血脉的？嬷嬷长长的叹了一声，她说，我和魏元衡过去明明那么恩爱，怎么就到了这一步？你看，魏元衡的确表面功夫做得很好，不仅让我至死都以为他是爱我的，就连贴身伺候我的人也没看出任何端倪。进宫这天，我换上宫装，粗略地打扮了一下，只是脖颈上还留有陆允随昨夜留下的痕迹，用脂粉怎么也遮不住，我只能尽量把衣领上拉。同去的还有陆嫣然，他两世都对魏元衡一见倾心。今日进宫，他的穿着也是他提前问过我魏元衡的喜好后精心挑选的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悄悄问我，嫂嫂，你真的没有后悔吗？如果当初你没有请旨和离，今日这皇后之位可就是你的。我笑了笑，可能这就是命运吧，命中注定我与皇后之位无缘。他不知道，甲之灵药，乙之砒霜，他的天上月只是我的一碗毒水银。进宫的人越来越多，纷纷向我这个魏元衡的前王后投来目光，他们窃窃私语，时而抬头看我，时而掩嘴轻笑。我就像是汹涌人潮中艰难逆行的那一个，格格不入，举步维艰。然后我见到了陆允随，他站在大殿的台阶上，一身黑甲，神色肃穆，如画中神将一般。莫名的，我紧张的心在看到他的这一刻平缓下来。他也看见了我，我们目光相对，他眉目一舒，我亦浅浅一笑。经过他身边时，微风吹拂着我柔软的衣裙，拂过他坚硬的黑甲。我听见他对我说，别怕，有我。我轻轻应了一声，蓦地，我感觉有人在冷冷地盯着我们，可环顾四周，却又没有其他人。进殿后，我安静地坐着，尽量不惹人注意，不生事端。我看着这座我年幼时玩耍过的宫殿，想起在这里遇见魏元衡。那时他刚满10岁，姑母封他为靖王，让他和他母妃前去封地生活。他母妃拉着他跪在地上，千恩万谢姑母，还笑看着我说，南阳郡主生的这般珠玉可爱，若是将来能做元衡的王妃，那会是我们元衡何等的幸事。姑母笑道，既然你喜欢，那等他大些，哀家便将他送到你府上去。他们两个大人在说笑，我和魏元衡相互偷偷地瞧。我对他甜甜一笑，他生得好看，很招人欢喜。可他却冷冷地转过头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魏家的儿郎从小就是于氏女为仇人，他们迫于姑母的压制，会娶于氏女子为正妻，但绝不会把她们当作真正的妻子。这一世我去找魏元衡和离那晚，就亲耳听见他的近臣建议他除掉我。他执着酒杯轻笑，时机还未成熟。虽是仇家女，但他床子上颇多生趣，所以先留着。近臣担心他对我生情，他却捏碎了酒杯，怎么会？谁会对玩物动情？魏元衡进殿，我起身随着众人跪下行礼。抬头之时，魏元衡一身玄色冕服，高坐龙椅之上，威严扫视众人。他或许生来就是要做帝王的。我重生之后，曾想借姑母之手杀了他，可他做事滴水不漏，实在是挑不出什么错处。姑母薨逝后，少帝继位1年，也突然驾崩，未留下任何子嗣。群臣商议后，选择了最安静低调的他。他们以为他是最好拿捏的，却不知他们放出了一只藏匿最深的猛兽。他的目光没有在我身上停留，太后也是如此，唯有皇后月瑶直直瞧着我。上一世，他曾打算掘出我的尸骨，挫骨扬灰，但有人劝他，此举可能会让人觉得他身为皇后不够大度，连死人都不放过，他才作罢。宴上丝竹歌舞，众人纷纷叫好。乐府表演完之后，便是世家女子献艺。我做鬼魂的时候已经看过这些了，再加上坐在角落闷热，不禁有些昏昏欲睡。直到听到陆嫣然的琴声，我才惊醒过来。陆嫣然弹的竟是魏元衡教我的劲歌行，明明昨天他还同我说要弹奏《长相守》，且这劲歌行是魏元衡自己写的琴谱，只在王府弹奏，并未向外流传。我不知他是怎么得来的琴谱，但魏元衡可能要误会是我教的了。我下意识地看向他，他也正看着我，视线冷淡，居高临下。正在这时，
陆嫣然弹奏完毕，这才打破我和魏元衡的僵局。歌舞继续，我心中却忐忑，总觉得陆嫣然今天这突然之举会招惹祸事。不由得我看向殿外的陆允旭，他对我摇了摇头，示意我不必在意。宴会结束后，我正要随婆母出宫，却有太后身边的小内监将我拦下，说太后要见我。我现在明白了，让我进宫的是太后。我随着小内监去了太后寝宫，太后见了我和蔼的笑，我也思绪万千地向她行礼。上一世她待我极好，我和孩子们离世后，没有任何人提及我们，只有她整日以泪洗面，长久吃斋念佛，祈求我们母子3人有个好的来世。魏元衡登基后不到2年，他就撒手人寰。太医说他是悲伤过度而死，如今他笑容满面，看起来气色也不错，希望这一世他能做个长寿之人。太后拉着我的手，问我这3年在陆家过得如何，有没有被欺负。要是陆家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哀家，哀家为你做主。我心中一暖，谢太后关心，陆家待我很好。她点了点头，又同我说了一阵话后，她让人端来一些吃食，方才见你一点东西都没吃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我忙回道，不是，是天太热了，没什么胃口。她笑道，那正好，哀家这儿的梅子汤解暑，你同哀家一起喝吧。是。我接过酸梅汤，汤汁浓郁，清香扑鼻。我正要饮下的时候，外面的内侍突然说魏元衡和皇后来了，我只能放下碗跪下迎接。魏元衡快步走进来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他玄色衣角上的金线剐蹭着我的脸，有些疼。他并未让我起身，声音带着薄怒，母后怎么宣他来了？太后说是长久未见我，所以趁今日我在宫中便叫来一见。月瑶让我抬起头来，他坐在魏元衡身边，挽着他的胳膊对我说，本宫还活着，你很意外吧？不妨告诉你，当年陛下舍不得本宫死，便让本宫服了假死药，然后将本宫藏了起来。如果你当初不和陛下闹脾气，本宫这皇后之位或许还能让你做1、2日。他骄傲地说着他的得意人生。这些话他上一世也对着我的尸身讲过，那时他还说魏元衡就将他藏在王府的地宫里，每当我睡着的时候，他就偷偷去见他。现在他没有提及这件事，或许是因为太后而有所顾忌。我对他和魏元衡又行了一礼，陛下和皇后是天定的缘分，旁人是拆不散的，臣妇祝陛下和皇后永结鸾绸，共蒙冤蝶。月瑶笑着对魏元衡说道，陛下你看，没了于太后撑腰，他也是会低眉顺眼，摇尾乞怜的。魏元衡冷冽地看着我，然后目光移到我的脖颈处。我现在是跪着的，他轻易就能看到我脖颈上和陆允随欢爱过的痕迹。我正想着怎么遮挡的时候，内监来报说陆允随在内宫前求见。太后说她定然是来接我的，于是让内监送我出去。我知道太后这是在为我解围，立刻起身离去。离开的时候，月瑶又叫住我，于妙愿，你最好这辈子都能受陆家庇佑，否则等你被扫地出门，本宫从前所受的侮辱定然100倍奉还给你。他可这样肆无忌惮地威胁我，能看出太后和魏元衡对他的宠爱。他虽直白，总比暗地里伤人好。我低着头回道，是，臣妇谨记。走出内宫，我便看见了陆允随，他挺拔地站在宫门，头盔上的红缨随风轻扬。他是特意来找我的。见我出来，他快步上前，怎么了？太后为何突然宣你？没什么，只是太后许久不见我，话了一下家常。是吗？是啊，不然还能有什么？那你为什么在哭？他用手指沾了一滴我眼角的泪。我这才发现，我不知何时流了泪。原来过去种种我依旧无法释怀，就算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不必再想，可身体的本能反应却骗不了人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剪不断，逃不脱，是眼睛进了沙子。我不想陆允随担心。陆允随见我不愿说，也没有再问，他牵着我的手，我先送你出宫。可我们转身的时候，却看见魏元衡，他就站在不远处，悄无声息的。他看向我和陆允随握着的手，有那么一瞬，我似乎在他眼中看到了锋利。陆允随松开我的手，向他行礼。他淡淡道，陆卿你留下，朕有事与你商议。陆允随领了旨，然后伸手摘掉一片落在我发上的花瓣，你先回去，
嫣然在宫门外等你。我没料到他会当着魏元衡的面与我这样亲近。就算我已经与魏元衡和离，陆允随作为臣子也应当收敛。陆允随似乎是故意的，我不想生出什么是非，忙点了点头，那我先走了。我没有回头再看魏元衡。这条路本就是一条只能前行不能回头的路。我心事重重出了宫，陆嫣然立刻迎了上来。他问我他今日表现得如何，魏元衡会不会喜欢他的弹奏。我说他弹奏得很好，又问他琴谱是从哪里来的。他回道，买的啊，街上有人向我兜售，我就买了。世上没有这样巧的事，或许他也是被人利用了。我又问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改成了这一首？陆嫣然有些羞赧，听说这曲子是陛下亲自做的，我怕嫂嫂你不喜欢，所以就先隐瞒了。嫂嫂你不会怪我的吧？我没有再说他什么。曾经的我何尝不是同他一样努力让魏元衡喜欢我。刚和魏元衡成婚那会儿，他总是冷冷的，我便找了很多趣事逗他开心。床子之事他也淡淡的，我以为是我不够有情趣，厚着脸皮找了教情事的嬷嬷仔细学。那天晚上我在书房找到他，主动跨坐在他的腿上，用唇舌取悦他。魏元衡眼尾泛着红，于妙愿，你别后悔。我说，谁后悔谁小狗。他的弦似乎就在这时断了，死死掐住我的腰身，疯狂又迷乱。我以为清冷的天上月最终沦为这人世间七情六欲的奴隶，却不知男人对欲和爱是可以完全分开的。他喜欢我的身体，并不一定会喜欢我的人。后来我也常常想，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他呢？是因10岁那年的惊鸿一瞥，是15岁那年的宫宴上我冒失地撞进他怀里，还是大婚那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，我愿与王妃一生一世长相厮守。不知道了，只知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陆允随一连好几天都没回来，他派人回来说魏元衡交代了一些事让他处理，要留在宫中一段时日。我并不放心，因为上一世的中秋宫宴后，魏元衡遭过刺客，刺客自称是我们于氏一族的门客，刺杀魏元衡是为于氏讨公道。此后我们于氏又被清洗一次，最后只剩下几个还没车轮高的于氏幼儿。只是那时保护魏元衡的并不是陆允随，而是其他将官。可现在陆允随就在魏元衡身边，我让人给陆允随带了信，让他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尽量不要在魏元衡身边当值。我不想他被牵扯进去。他回信让我不要担心，说魏元衡从未在他面前提及我。看来他是误以为我是担心魏元衡会为难他。这样也好，免得我还要解释其他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魏元衡和月瑶没有找我的麻烦，太后也送给我一些赏赐，都是上好的绸缎绫罗，说上次见我穿的朴素，让我做几身好看的衣裳。人人夸赞他心胸宽阔，虽被我的姑母压迫20多年，却也还善待我这个小辈。陆允随不在，我便可以多去见见安宁。现在安宁已经开始读书识字，她很聪明，我教2、3遍就会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。唯一的波澜是陆嫣然竟然没被选进宫中。那天她哭着回来，我哪里比其他人差了？为什么第1轮就不要我？然后她又指责我，我知道了，都是因为嫂嫂你。嫂嫂你是陛下曾经的妻子，我又是你小姑子，所以陛下是为了避嫌才不要我。这件事也出乎我的意料。对魏元衡而言，他完全没必要避这个嫌。少帝驾崩时没有子嗣，朝臣从先皇剩下的儿子中选中了他。他没有强大的母族，又是新帝，自然是要拉拢陆家这样的世家。怎么会因为我而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婆母这时候也进来安慰陆嫣然，不做妃子也好，这样咱们母女还能常见面，否则进了宫，那是1年也难见一回的。陆嫣然却哭得更凶了，让婆母一定要想办法将她送进宫去，哪怕只是做一个宫女。婆母细细安慰，我默默地退了出去。我不知道陆嫣然是不是因为我的重生而落选，但我无意改变她的命运。只是现在看来，很多事也由不得我。晚上春英从嬷嬷那回来后，悄悄告诉我，说今日在小巷遇到了邻居。那人在魏元衡回天都的时候也去围观过，邻居无意间瞧见安宁，
说安宁和魏元衡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郡主，奴婢怕夜长梦多。春英提醒我。我知道，我其实也有筹划的。按照上一世的轨迹，今年年后北夷南下抢掠，陆允随会自请驻守北地，他会在那边建功立业，极少回天都。我只要熬过了这几个月，到时候让嬷嬷带着安宁偷偷跟着陆允随的军队一起走，从此远离天都，远离纷扰。只要到了北地就安全了。我依旧会偷偷地养着安宁，那里没人见过魏元衡，自然也不会有人知道安宁长得像他。第二天，陆允随那边也终于传来消息，刺客果然还是来了。那时魏元衡正在狩猎，陆允随护驾时伤了腿，暂时不能行走。岳瑶宣我去狩猎场照顾他，只是竟然是岳瑶来宣我。我简单收拾了些衣物，跟着来宣召的人前去。陆允随见到我后有些惊讶，显然他并不知道我会来。知道是岳瑶的宣召后，他笑了笑，既然是皇后的心意，那我们不要辜负了。他的腿伤得并不重，只要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但我既然来了，还未见到岳瑶，是不能离开的。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他，刺客现在也关在这里吗？他回道，陛下已经将他们当场斩杀。是已经问出刺客的来历了吗？并未。我怔住，上一世刺客被折磨了数日后才承认他们是于氏的门客，然后被枭首示众。为何现在魏元衡当场就把他们杀了？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魏元衡不会也是重生了吧？因为他知道结果，所以没有审讯的必要了。可若他是重生的，为什么没有杀我？陆允随说岳瑶今日随魏元衡去狩猎了，得晚上才回。我见还有时间，便将他的寝具和贴身衣服都拿出来浆洗。我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拄着木拐在一旁轻轻地笑。笑什么？我问他。他回道，如今你我就像平常夫妻。是啊，像平常夫妻。晾晒时，陆允随坚持要帮忙。他说他的腿虽然伤了，但手没问题。路过的同僚打趣他拿长剑的手却在这里晒被子。陆允随一把水扔了过去，没家世的人没资格评论。年轻的将领们大笑地跑开了。成婚3年，我第一次知道他也有这样鲜活的时候。他又说起他的向往，天都城虽好，但勾心斗角太多，不及他少时生活的北地。他想回到那里去，在广阔的天空下骑着骏马驰骋。如果我去，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？他问我。我求之不得。我靠在他怀里，上琼壁落下黄泉，君在哪？妾在哪？突然马蹄阵阵，魏元衡和岳瑶提前回来了。魏元衡骑在马上，手中紧握马鞭。我跪下向他和岳瑶请安，小心寻找着他是否重生的蛛丝马迹。岳瑶夸我和陆允随夫唱妇随，夫妻恩爱。魏元衡冷笑一声，原以为南阳郡主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没想到竟也会有做这粗活的一日。他在嘲笑我拼了命的与他和离，失了这滔天的富贵。我沉默地低着头。岳瑶又笑道，只是一些平常活计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，臣妾也是会做的。他在提醒魏元衡，曾经他也是为他吃过苦的。突然一阵风吹过，洗好的褥单正好被吹落在魏元衡马前。他催马离开，马蹄踩在褥单上留下几个带着淤泥的脚印。我将褥单拾起，他踩着褥单，何尝不是踩着我的脸面？没事。陆允随帮我拿着褥单，我们重新洗干净就好。我看着他柔和的眼神，心情慢慢平复下来。好。晚上岳瑶让我和陆允随去用膳。我知道他宣我来的用意，他过不去我曾是魏元衡发妻的坎，所以想让我和陆允随出现在魏元衡面前。他在告诉所有人，魏元衡曾经的发妻，如今也必须向他俯首。他让我和陆允随坐在首位下方，离他和魏元衡咫尺之遥。他太心急了。魏元衡连我和孩子都能杀，我是他最厌恶的存在。他安排我坐得这样近，怕是要触到他的逆鳞。晚膳是他们今日猎的鹿，御厨分好肉，按座位顺序端上，先给了魏元衡和岳瑶，然后是我和陆允随。御厨到我身边时，魏元衡突然发声，不用给他鹿肉，给他米饭即可。所有人安静下来，同情地看向我。他们以为我被魏元衡区别对待，不准享用他猎的鹿。
我却是心惊，因为我吃不得鹿肉。以前魏元衡也烤给我吃过，我当时就吐了，之后还难受好几天。我原本打算待会儿悄悄地递给陆允随，可魏元衡却不让分给我。月瑶很开心，得意地看了我一眼。陆允随却站了起来，向魏元衡请求鹿肉也不必分给他。他不卑不亢，陈愿与陈妻共食米饭。他信守承诺，时时护着我。虽秋风吹得深寒，但一颗心却暖。魏元衡冷冷道：“陆卿随意。”于是众人都吃着鹿肉，我和陆允随吃着米饭。突然一阵狂风吹起，我身后烧得正旺的火架倒了下来。我来不及躲，电光石火之间，一股大力将我拉开。是陆允随。我劫后余生地抱住他，却听到众人一阵惊呼：“陛下！”我回头看去，只见魏元衡也在我身边，他用切肉的匕首挡住了火架。他离我比陆允随远，却比陆允随还要快。他看着和陆允随相拥的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又什么都没说。所有人都向他冲过去，他们重重推开我，围在他身边关心。陆允随将我扶起，我才发现他的手被烫伤了。我焦急地将冷水淋在他烫伤的地方。这是他握剑的手，不能有闪失。可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痛，直直地看着魏元衡。被人群包围的魏元衡，目光也落在我们身上，像一把锐利的剑。御医很快赶到为魏元衡诊治，他们回了帐中。月瑶解散了宴会，我和陆允随也沉默地离开。不多时就下起了暴雨，大雨击打着帐篷，掩盖住周围的声音。我为陆允随上药，他一声没吭，然后睡下。我们谁都没说话。睡到夜里，我迷迷糊糊感觉身上沉沉的，睁眼看见是陆允随。我们月余未见，他又值青年，想要疏解也是人之常情。可今日发生了这些事，他本不该想着这些事的。而我也没什么心情，你腿还伤着呢。他说不碍事，然后不管不顾地侵占，甚至有些蛮横。我只能紧紧抓着被角，咬着唇承受。陆允随似乎觉得不够，气着我叫他的名字。他从未这样要求过我，且非要一个回应不可。我小声地照做，以为他如了愿便会联系我。可男人的腰腹却更猛烈地撞击这世上最柔软的地方，不死不休的模样。我有些茫然无措。他一次并未尽兴，稍作休息，又将我翻来覆去。他说要我再为他生一个孩子。后来更像一匹狩猎场的烈马，颠得我连哭都快不能。我只能紧紧扶着他的双臂，祈祷他快些结束。可他的不知厌足，让我不由得想起我被魏元衡毒杀的前1个月。那时他也是将我这般折腾，而我那时还以为是他对我的喜欢，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他对一个还算美丽的玩物最后的使用。我忍不住睁开眼睛看向陆允随，他颈上青筋勃发，俊美的面容也因用力有些狰狞，像极了那些夜里的魏元衡。不要！我用力将陆允随推开。陆允随神色一凛，沉默地看着我。我回过神，方知是我看错了。我道歉，对不起，他却不等我说完，拿起衣衫走出帐中。暴雨依旧在下，我不知他要去哪里。我站在漆黑的夜色里，说我把事情弄砸了。我不该在魏元衡救我后，又推开陆允随。他定然是怀疑我对魏元衡余情未了，所以才拒绝与他的欢好。可我却连解释都没办法解释。陆允随不信神佛，不信来生，也不会相信我是为了自保才与魏元衡和离。我的头昏沉沉的，不知什么时候又睡了过去。然后我做了梦，梦见魏元衡来到我身边，他抚着我的眉眼和唇，阴鸷的可怕。我动弹不得，躲不过。他俯下身吻我，我紧闭的牙关被他撬开，呼吸被他一口口的夺走。我感觉自己在不断的下坠，坠入一个只有他和我的深渊，而他要在这深渊里对我为所欲为。他在我耳边说：“阿苑，我们把妍儿和叶儿再生下来好不好？我们一家4口不再分开了。”叶儿是我和魏元衡的第2个孩子，离世的时候和这儿一般大。这一世我让安宁重新来一遭，却再也不会有那个活泼快乐的叶儿了。我想对他说不好，我再也不要和他生儿育女，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只有眼泪不断滑落。醒来的时候，
天微微亮，雨已经停了，林间的小鸟在枝头雀跃地叫。帐内没有魏元衡，也没有陆允随，只有我被泪水打湿的枕头。我不知我为何会做这样的梦，像是一场凌迟，痛不欲生。魏元衡提前回宫了，临行前我没有见到他，只听人说他的手也被烫伤了。但又如何？不管他是出于何种目的挡下火架，我和他都已经没关系了。陆随也终于回来，我们一起坐在马车上回府。他没有提昨夜的事，我主动说道，昨天的事是我觉得有些疼，所以……他沉默后问我，你当初请旨主动与陛下和离，真的只是因为他有了别的女子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。那是为何？魏家的王朝容不得于氏的血脉，我自知姑母薨逝世后于氏支撑不了多久，所以我才自请和离，脱离魏氏。我原本打算永远地隐藏我的心思，但我意识到，如果不能对陆允随真诚，我可能会永远地失去他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这是你的真心话？我举起手发誓，是。你还有没有什么瞒着我？我正要说没有，马车突然停下，是嬷嬷拦住了车，她抱着昏睡的安宁，郡主，安宁。她不说话了，因为她看见了陆允随。她下意识地想走，但陆允随已经将她拦住。看到她怀里的安宁后，她缓缓看向我，眼中全是震惊。安宁生病了好几日，嬷嬷找了大夫瞧，查不出病因。嬷嬷去陆府找过我，但我不在，她只好又抱着安宁去找大夫，没想到看见了我的马车。只是她太焦急了，没想到陆允随也在马车里。陆允随立刻将遮住安宁脸的帕子重新盖上。我请他先什么都不要问，先为安宁治病，来龙去脉我后面会向他解释。又请他用陆家的帖子请来天都的名医为安宁瞧病，但我全程都用帕子遮着安宁的脸。名医诊治后说安宁是吃坏了肚子，开了几副药。安宁服药后终于醒转，我也终于活了过来。陆允随神色凝重地问我，是陛下的孩子？我点了点头，向他跪下，请求他帮着保守秘密，否则一旦暴露，安宁的下场只有死。他不信，虎毒不食子。我回道，他不是虎，他是人，而人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从古至今，多少夫杀子，子弑父，都是最好的例子。他在犹豫，身在权臣之家，他也知道我所言非虚，尤其是魏氏一族对于事几乎赶尽杀绝。安宁这时候也牵住了陆允随的手，对着他甜甜的笑。他一直被关在院子里，除了我和嬷嬷、春英，极少能见到外人。他对陆允随是好奇的，更是喜欢的。你是弟弟的阿父，对不对？他奶声奶气地问陆允随。陆允随点了点头。安宁又说，你是弟弟的阿父，那便也是我的阿父喽。陆允随眼中终于有了动容，摸了摸安宁的额头。我从未叫安宁这样说过，我一心只想将她藏着。我看向嬷嬷，嬷嬷的眼色告诉我是她教的。她曾是姑母身边的侍女，比我更懂人心。可现在不能只求人心，也需认清现实。我再次祈求陆允随，我并不需要夫君你为我们做什么，只求夫君去北地的时候对安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。陆允随没有答应我的请求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我知道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他需要时间。这一晚我们都没回去，我要守着安宁，而他一人独自坐在院子里。天亮的时候，他站起身来，他说，昨日到现在我都没有来过，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。他终于还是愿意帮我。我与他的姻缘是姑母强定的，但或许也有了几分心意，只是不知这心意是长长久久的，还是一次次的欢好后身体生出的短暂爱意。我以为一切都快结束了，开始为去北地做打算，却没想到最终还是生了变故。变故缘起我的堂姐于福，她只比我大2个月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十分深厚。后来被姑母赐婚给了魏元衡最小的弟弟，他的婚姻也不和睦，最后被他的夫君搓磨致死。再过3天，他的夫君景王魏元嗣会带着他来天都，请魏元衡准许他将他休弃。上一世魏元衡并未同意他的请求，但这一世有陆家帮助，有太后，我相信会顺利。到时候我便让他同我们一起去北地，安度一生。
他们来的那日，我等在城门口，想先见一面。自从上一世我们各自去封地婚嫁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很快我就看到了他们的车队，我刚站在马车旁，一阵寒风将车帘吹来一脚，我匆匆一瞥后，惊得后退半步，因为我看见精美繁复的马车里，我的阿姐几乎未着寸缕地伏趴着，而魏元嗣锦衣完整地在她身后，一手挽着她的发，一手按着她的腰，肆意欺凌着她。我一直知道魏元嗣无法无天，从小他就最喜欢欺负阿姐，如今竟是这样搓磨她，我的心一阵刺痛。我们两姐妹竟然都成了他们魏氏子弟的玩物，还有那些死去的余氏宗族女子，不知他们死前又是怎样的光景。上一世魏元衡并未同意魏元嗣休妻的要求，甚至还让他俩在天都城长久定居。天都城里到处都是憎恨余氏的人，阿姐性子懦弱，又没有人庇护，自然受尽屈辱。在我死去的第4个月，她的尸体在芙蓉池被发现，死时还怀有身孕。可所有人都说那孩子不是魏元嗣的，说魏元嗣将他扔进侍卫堆里任人蹂躏，孩子是野种。他们将他玩坏后，把他溺死在荷花池里，还说魏元嗣毫不在意，他本就是用阿姐的死来反抗魏元衡。朝中支持他做天子的人也不少，他也有他的野心。那时我的魂魄无法到达阿姐身边，他死亡的真相我也不清楚，但传言也不会凭空而起。刚重生那会儿，我也给他写信让他请旨和离，可久久没有收到他的回信。我们隔着千山万水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到了行宫，我单独见到阿姐，她苍白着脸，我很没用，她用子言的命威胁我，我连死都不能。子言是他亲弟弟，当初因为才10岁免于被诛杀而流放到北地。我轻轻抱着他，我们不需要有用，我们活着就好，活着才有更多可能。我问他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，他说没有，或许是那封信不小心被一差遗失了。我离开的时候，魏元嗣手里拿着马鞭，玩世不恭地站在廊下。他少年轻狂，生的是修罗面，凝的是恶魔心。作为先皇最小的儿子，他受尽宠爱，就连我的姑母都喜欢他，于是赐婚时将性子最温柔娴静的阿姐赐给他，所以他一贯嚣张跋扈，为所欲为。他警告我，你要是敢让太后和皇兄妨碍本王休了他，就算你有陆家庇护，本王绝不让你好过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殿下放心，臣妇一定会求太后和陛下恩准，让殿下您得偿所愿，早日自在。他愣了一下，或许没想到我竟敢这样说，他以为我会哭着求着他不要休弃阿姐，毕竟我们于是人人喊打，离了他们这些有权有势之人的庇佑，怕是都活不到第2天。他突然气急败坏，于妙远，你信不信本王这次连你一起收拾了？我笑了笑，殿下何必动怒，你这喊打喊杀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想和离呢。魏元嗣也不多说了，举起马鞭就向我抽来。住手！一道冷冽的声音喝止了他，是魏元衡。他一身便服，冷厉地站在那里，身后跟着的几个都是从前王府的旧人，说明他来这里没人知道。我突然生出一股寒意，上一世的今日，他并未来见魏元嗣。我跪下向他请安，上一世我从未向他跪过，这一世却是一次又一次。魏元嗣也扔掉马鞭向他告状，说我以下犯上。魏元衡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出去。我求之不得。魏元嗣在我身后愤愤不平，皇兄你怎能放他走了？魏元衡没有回他。我慢慢走在长街上，忽然脸上一点冰冷，是下雪了。这天气实在是奇怪，才暴雨没几日，却又开始下起了雪。春英撑开伞遮在我头上，我说不用，我最近总是觉得头晕，沾点冰凉的雪也好。雪越来越大，有遮天蔽日之势。我被迷得快睁不开眼，忽然一辆马车停在我身边，我正要避让，却被一双手直接提进了马车里。我想喊，却有一只带着苏荷香的手紧紧捂住我的嘴，手上还有一道烫伤后留下的疤痕。我知道是谁，我不挣扎了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我的挣扎都是无用。他见我不喊叫，便松了手，声音低沉，你知道是我？我不说话，我还在适应自己。我以为单独再见到他，我会恐惧，会溃逃。
但我却仅仅只是低头看着自己被血水浸湿的鞋子。突然我下巴一痛，魏元衡将我的脸搬向他，我在问你话。我点了点头，是，臣父知道是陛下。他冷笑一声，臣父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臣父是左中郎将陆允绥的妻子，陛下请自重。他咬着牙，不自重又如何？我回道，陛下登基不足3月，根基未稳，若是被天下百姓知道臣父被陛下当街强掳，陛下觉得会如何？他根本不在意，你忘了，天下皆知你本就是我的。然后目光又落在我的衣衫上，毫不掩饰的侵占意味。我以为他要和魏元嗣一样，在马车里对我做非分之事，可他却问，这是太后赏赐的。以后不要穿了，不适合你。他安静了一会儿，又道，你去与陆允绥和离，然后进宫。若臣父不愿呢？朕就杀了他。最后这一句，他每个字都透着冷，直截了当，不容置喙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？你已经有了月瑶，你们青梅竹马，天作之合。他抚着我的眉眼，为什么？因为阿月你让我食髓知味，夜不能眠。我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了。我脑子空了一下。他最后的这句话，上一世我听他说过。那是他登基的第3年，他喝了酒，醉看着天上的月亮，说了这样的话。如果他真的是在惦念我，为何从不提起我和孩子？史书上也未有我们的任何痕迹。世人只知皇后月瑶和他苦尽甘来，得皇天后土助佑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他的拇指摩挲着我的唇，继续道，每次看到你和陆允绥亲近，我就极度的要发狂，止不住的想要杀了他。我给你10天的时间，到时我在兰陵巷等你，否则朕不介意君夺臣妻。这一刻我如坠冰窖。兰陵巷便是嬷嬷和安宁住的巷子。他竟然知道。马车在陆府附近停了下来，我恍然下了车，再回头看去，已经没了马车的踪迹。春英走到我身边，再次为我举起伞。我问他，是你出卖的我？他竟然很平静，郡主恕罪，陛下是天子。他问话，奴婢不敢不说。而且奴婢并不认为郡主您带着安宁去北地是明智之举，那边苦寒又多蛮夷杀戮，郡主和安宁都是千金之躯，怎可受这些辛苦？奴婢自4岁起就在郡主您身边伺候，您那时候还在襁褓中，奴婢虽是下贱的奴婢，却大逆不道，将郡主视为亲妹妹。奴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和安宁去送死。我无法接受他的这些话。上一世我死后，他没有婚嫁，和嬷嬷一起为我和孩子守墓，不畏寒暑风雪，每日祭拜。所以这一世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将他和嬷嬷带在身边。没料到他却自作主张。他说魏元衡回天都城第3天就找到了他。他说魏元衡心思缜密，我们逃不掉的。琴谱是他找人卖给陆嫣然的，这样一来，月瑶肯定不会让陆嫣然被选为妃嫔，如此一来我也少一点麻烦。他还说我当初不应与魏元衡和离，也不应嫁进陆家被婆母刁难，这皇后之位本就是我的，却让月瑶占了便宜。他不知道上一世的事。他桩桩件件的确是为了我，让我都没办法苛责他。最后我对他说，此刻起我们主仆情分已尽，你走吧。他落下一行泪，不甘地离开，说我终有一日会明白，在魏元衡的羽翼之下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疲惫地回了院子，侄儿扑进我怀里，让我陪他堆雪人。我说有些累，让他和嬷嬷侍女们先玩着。陆允绥不在，他现在每次要在宫中当值3天才换职。魏元衡用职责将他牢牢控制在宫中，然后出宫对我为所欲为。太后也传来懿旨，3日后魏元嗣休弃我阿姐的事，他让我也前去听一听。接完懿旨后，我鼻子突然一热，有血滴落。这让我想起上一世我被慢性毒杀时，一开始也是流鼻血。那时正值夏日，医官说是我暑气重所致。可后来鼻血流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，直至我死去。魏元衡对外称我和孩子们是疾病突发，没有人怀疑，也不会有人去怀疑。于妙苑和他的一双儿女本就该死。可笑的是，现在没人为我毒药，我还是流着鼻血。忧虑和慢性毒药一样啊，无知无觉中摧残人的身体。
我将身上的衣衫脱下扔掉，不是因为听魏元衡的话，而是衣衫上已经沾染了他的气味。第3日，我进了宫，我先见到了陆允随，他踩着雪走到我面前，让我待会儿朝堂结束后等一等他，我们一起回去。我笑着说好。到了太后宫里，太后说我气色看起来不好，问我是不是病了。我说是天太冷了，没有把魏元衡威胁我的事告诉他。太后又问我为什么不穿他赏赐的布料做的衣衫，我愣了一下，回道：臣妇想留着在最重要的日子穿。太后拉着我的手，给你的都是些实心的布料，就应该早早穿上才是，重要的日子哀家再赏赐你就是。我恭敬地答应。随后他带我去了前殿，魏元嗣的近臣正向魏元衡提请休妻阿姐。魏家有祖训，合理可自行主张，但若休妻必须族长同意。如今魏氏没有族长，只有天子，一切得听魏元衡的。和上一世一样，魏元衡依旧不许魏元嗣休妻。他说钦天监看过魏元嗣的星象命理，若休妻会伤魏元嗣一生。朝臣纷纷请他准许，只有魏元嗣休妻成功，那么魏氏和于氏才是真正的完全断绝关系。阿姐也少有的生出勇气，以头触地，臣妇恳请陛下准许景王殿下休妻。魏元嗣则以改前几日不可一世的模样，失神地看着阿姐。太后出言劝魏元衡同意，放二人自由。我也跪下请求，若于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承担魏于两家的仇恨，我愿意是我。可魏元衡依旧不准许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是他太在乎魏元嗣的安危吗？我不觉得，他和魏元嗣的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。他连日缠绵的妻子和亲生的儿女都能杀，又怎会在乎不是一母同胞的弟弟的死活？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，魏元嗣突然反悔，本王不休妻了。所有人都疑惑，从未见过这么善变的人。可他不休妻，阿姐就真的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了。阿姐也犹如被抽走了魂魄，木然地跪在那里。魏元嗣来拉走阿姐，从我身边经过时，他得意对我扬起嘴角。我深知阿姐被他带回去会是怎样的结果，我紧紧拉住阿姐的手，不让她走。可阿姐怕为我带来祸事，对我摇了摇头，然后被魏元嗣拽着离去。我看着他俩的身影，是否这一生我们的过程虽不同，但结局还是一样？鼻子又热了起来，我立刻仰起头，不让血流下，不让别人看见我的脆弱。直到陆允随出现，帮我止血。他安慰我，我知道你担心景王妃，但不会有事的，我会请父亲和叔伯们留意景王，一旦他有伤害景王妃之意，就立刻奏请陛下和太后。我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出宫之前，太后又送来赏赐，是3匹上好的锦罗。锦罗虽名贵，但是我上一世衣衫常用的布料，都是姑母送给我的。这一世，太后送锦罗比我姑母还勤，她完全没必要如此。回到府中，我将锦罗锁进箱子里，放到库房最深处。去见魏元衡的前一晚，我和陆允随缠绵至深夜。早上送他出门时，我仔细整理着他的衣衫，他搂着我的腰，等我回来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他走后，我为这儿吃了饭，又陪他玩了一会儿。他在我脸上亲了亲，快乐地在院子里奔跑。他无忧无虑，是这阴冷冬日的一缕暖阳。然后我去了兰陵巷，轻叩柴门。欢快的脚步声传来，门被打开，探出安宁的小脑袋。他扑进我怀里，说阿爹来了。我抱着他进了院子。院子里，魏元衡正在为安宁做小木马，嬷嬷脸色苍白地站在一旁。他比春英更了解这个人世间，所以他担心害怕。我安慰他没事，让他先带安宁下去。安宁不愿，他爬上魏元衡的膝盖，要他陪着他玩。上一世他们姐弟俩都很喜欢魏元衡，这一世他只见了魏元衡这一次，就认定他是父亲。魏元衡让他乖乖和嬷嬷去玩，说以后他们父女还有很多时间。安宁这才不舍得离开。房间里就剩我和魏元衡。他问我为什么我收到的是陆允随请旨去北地的帖子，而不是你们的和离书。我也问他，陛下是不是也是重来了这一世？他神色明显的慌乱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他也重生了，而他此前并不知道我也是重生的。所以陛下，
既然上一世可以毫不犹豫地毒杀臣父，也请这次不必仁慈，臣父今日来赴死，请陛下不要伤及他人。他用他那双我曾最喜欢的眼睛看着我，我从来没有毒杀过你。我说，诚然，毒是太后下的，可你旁观了。那天马车上他让我不要穿太后赏赐的布料做衣服，我就有了疑惑。后来我流鼻血，再加之太后又赏赐我锦罗，就让我肯定了。父母之为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姑母会为了她挑中的人能顺利继承皇位，迫害其他妃嫔的子嗣。同样，魏元衡的母亲为了他能安枕无忧，对我动了手。只是我虽不是他喜欢的人，但安宁和一儿都是他嫡亲的孙子。于是他心神不得安宁，吃斋念佛也无用，最后忧惧而死。魏元衡突然激动起来，他握着我的肩膀，我没有旁观，我以为那是假死药，越药吃了都没事，我以为你们也会无事。我原本打算将你们藏起来，等我稳定朝纲后再接你们出来。我没想到最后会是这个结果。这一世我发现太后对你下药后，我一直让春英在你饮食里放解药，否则你活不到现在。她说这一世我要和离，她同意了，因为她知道我留在她身边是危险的。她本也想放手，可当她知道我嫁给陆允绥之后，她发现她根本做不到。嫉妒的欲望如汹涌的种子，破土而出，完全压制不住。尤其是她知道我瞒着她将安宁生下来后，她决定不再克制。她将我抵在桌子上，一点一点地亲吻我。阿苑，如今妍儿还活着，我们再把叶儿生下来，这样我们一家4口再团聚。这一世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了。我拔下簪子抵在脖间，让我的尸身为陛下生吧，陛下想生多少就生多少。簪子被我磨得极其锋利，我稍稍一用力，温热的血就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。他立刻打掉我的簪子，一把捂住我的伤口。从前那个稍微受点疼都会娇气让她哄的少女，如今可以当着他的面毫不犹豫地割开脖子。他的身体在颤抖，为什么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宁愿死也不愿与我在一起。我说，是。我做鬼魂那些年，一直跟在你身边，从未听你提起我和孩子一个字。史官也曾问过你怎么记载我和孩子，你说不用记，就当我和孩子们从未来过这人世。你若真心有爱有愧，怎会这般绝情？你最爱的是你自己，你放不下我，不过是我不做你的玩物了，你的独占欲无法接受而已。他没想到我死后还在他身边徘徊数年，他的日日夜夜竟都被我瞧着，但他依旧固执地认为，只要我把一儿再生下来，一切就可以回到正轨。我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。他将我抱到床上，阿苑，相信我，只要一儿生下来，我们都会好的。我没有再挣扎，甚至双腿主动勾住他窄劲的腰。好啊，我把一儿再生下来，然后我们母子3人再被你们卫士杀一次。安宁的哭声也在外面传来，她吵着要我和魏元衡。我还听见了陆允绥的声音，他在院外要进来，被魏元衡的人拦住了。魏元衡不动了，他的眼神在挣扎。我准备赌最后一次。我勾住他的脖子，吻上他的唇。你若真的后悔上一世，就放我们走吧，让我和安宁去北的活着，就算千山万水，总比我们被深埋地下好。我飘在你身边的那些年，总是冷，总是饿，我和孩子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了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否则陆允绥看见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魏元嗣如今就在天都城，若你因为我惹得群臣激愤，岂不是拱手将天下给了他？他的胸腔在剧烈的震动，那是他的心跳。他什么都想要，但现实由不得他。最后他终于起了身，从后门离去。寒风吹了进来，吹散了这一屋子的靡靡与前尘往事。陆允绥闯了进来，看到我衣衫上的血，眼眶欲裂，他伤了你。我摇了摇头，指着地上的簪子，是我自己伤的。我问他此刻本应当值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他说今日魏元衡没上朝，而我早上又像是在与他告别，他心神不宁，便找来了。他将我抱上马车，回去后仔细地往我伤口上抹药，没有问我魏元衡有没有对我做什么。但他这个人最是拧巴，我要是不说开，他能折磨死他自己。于是我主动指了指我的唇，我除了这里有点脏，其他地方都是干净的，你要是介意。
我不介意。他打断我，脏了，洗干净就好。他说完扣着我的后脑勺吻了上来，将我的身体全部沾染上他的气味才罢休。待他离开后，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脸色潮红，双唇欲滴血，是当下的欢愉，也像做了一场梦。梦里是我走马观花的一生，我是主角，也是看客。只有脖颈上的伤口隐隐的疼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活着是真的，死亡也是真的。年岁之后，陆允随被允许携家眷去北地，婆母哭得昏天暗地，但也没有什么办法。离开前，太后又召见了我，她依旧亲切，你去北地也好，那边天地广阔，可以自由自在。我不知道她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但她肯放过我就够了。这个我姑母曾经最瞧不起的妇人，最后却成了最大的赢家。离开太后寝宫后，我看见了月瑶。自从上次狩猎场宴会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她。她瘦了很多，风一吹就要倒，像极了上一世中毒的我。这身功远比靖王府可怕。她一个县城之女，靠什么和那些世家斗？她依旧骄傲地看着我，好好去吧，别再让本宫看到你。我俯身行礼，臣妾谨遵懿旨。她突然又生气起来，因为她意识到我从始至终都没和她斗过，而她却是全力以赴。我最后去了景王的行宫看阿姐，她怀孕了。那天魏元嗣反悔休妻后，在行宫又欺凌她，结果她晕了过去。医官诊治后发现她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。我算了算时间，上一世她死时肚子里的孩子，正是如今这一个。我到的时候，魏元嗣正强硬喂阿姐吃东西，快吃，要是我的孩子有任何闪失，我饶不了你。见我来了，将碗往我手里一塞，你来劝他。我倒有些意外，我们3人自幼玩在一处，阿姐对他是百依百顺，而我一向和他不对付。他今天竟然对我有了3分好颜色。等他走后，阿姐难为地说道，我今日已经吃了3碗补品了，实在是吃不下了。我将碗里的东西吃干净，然后放到一旁。好了。阿姐笑看着我，总是你最有主意。我伏在她的腿上，说我要去北地了，但是放心不下她。阿姐轻柔回道，阿苑，人各有命，你不必把所有担子都肩负在你身上。她说现在怀孕了，魏元嗣准备等她胎相稳定一些，就启程回封地去，让孩子在封地出生。这和上一世也不一样了。虽然不知道魏元嗣对阿姐究竟是怎样的态度，但他这样做是对的。他有着整个天下最肥沃的封地，可以肆意地过完一生。再加上孩子有着于氏的血脉，他永远也不能做皇帝。如此也不必惹魏元衡的猜忌，也就没有兄弟相残。我问了最后一个担心的问题，你们王府的侍卫近来有没有对你不敬？他摇了摇头，没有啊，他们都很难进内宫的，平时见不到。怎么了？我说没什么。按照上一世的传闻，阿姐如今应该被魏元嗣的侍卫们凌辱好几遍了，但现在阿姐平安无事。或许上一世关于魏元嗣的那些传言都是诋毁。仔细想想，魏元嗣就算再恶，也没必要将自己的发妻让侍卫蹂躏。真相如何，我已无从考证，好在未来仍有期许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和阿姐紧紧相拥，我们都知道这一别就是一生。离开天都城那天，天气晴朗，我和侄儿安宁坐在马车里，嬷嬷则和其他仆妇们一起乘坐。我看见了春英，她跪在路边向我磕头，她依旧没有半分的后悔，笃定我终有一日还是会回到天都城。她说她在梦里见过我的一生。郡主，你生来便是要做皇后的，这是你的命运。陆家只是您的一座桥，不是您的归宿。奴婢会在天都城等您归来，再伺候您。陆允随说他对我倒是忠心，只可惜有些疯魔。到了城门口，我看到城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魏元衡。我想起当年千里跋涉去嫁他，那天他也是站在城门，只是那次是迎接，这次是送别。安宁也看见了他，向他挥着小手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只垂眸看着我们。我们越来越远，直至完全消失不见。1年后，我收到了2封信，一封是阿姐寄来的，上面是她的亲笔字迹，她诞下一个女儿，母女平安。魏元嗣待她也多了些尊重，他不愿的事，他也不会强迫她做了。
虽然不知他是因何而改变，但生活好像好起来了。另一封是陆家写给陆允随的，说陆嫣然订了婚，夫君是魏氏子弟，叫魏战。我对此人有点印象，他模样生得和魏元衡有几分相似。我知道陆嫣然是找了个替身，只是魏战虽为魏氏旁系子弟，但为人轻傲，一旦被他知晓自己只是个替身，怕是要出事。信后面还说，我们走后不到半年，皇后病倒，一直卧床休息。太后和魏元衡不知为何起了争执，最后去佛寺常住，不再理会朝事了。魏元衡开始真正掌权，杀了一批不如他意的朝臣，有暴君之兆。信中还交代陆允随不要对我用心太过，怕将来不好收场。我看了后，模仿笔记重新写了一封，但没有写最后一句。然后我将原信扔进炭盆中烧掉。有些事我一人承担就好，若我命中注定逃不掉，那我会努力过好剩下的每一天，不会让还没发生的事乱人心神。烟刚散去，外面就传来陆允随和孩子们的笑声。我扶着孕肚走出去，陆允随矫健地从马上跳下，然后挨个将安宁和这儿抱下马来。他身后还跟着我的堂弟于子言。阿姐，我们回来了。他笑着打招呼。当年还没有车轮高的他被流放到这里，如今也长得挺拔周正。陆允随将他要过来做了身边的亲随。上个月他还带着100人小队突袭一北夷部落，大获全胜。陆允随说他将来必成大器。2个小团子快乐地向我奔来。陆允随在后面提醒他们小心一点，别让我动了胎气。然后他走到我面前，拿出从市集买回来的糕点果子，虽不及天都的精致好吃，但足够了。就像我现在的人生，虽不完美，但也足够了。想什么呢？他问我。我回道，家里刚刚来了信，你去看看吧。他牵起我的手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。我也紧紧握住他的手。好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